当我们回顾德克萨斯的建州历史时，会发现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德克萨斯人。在并入美国时的德克萨斯人，实际上就是一群意图蚕食墨西哥领土的美国南方庄园主。然而，德克萨斯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当美国人身份有利于自己的时候，他们就会宣传自己是美国人；而当华盛顿与自己意见相左时，他们又会强调自己德克萨斯人的身份。实际上，出生在德克萨斯的未必是德克萨斯人，德克萨斯人也未必出生于德克萨斯。美国同德克萨斯的关系其实是逐利心态之下的一场闹剧。在上一期我们讲过德克萨斯脱离墨西哥加入美国一事是典型的鸠占鹊巢，而美国于1845年合并德克萨斯共和国也是一个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决定。1845年之前，墨西哥虽然在同德克萨斯共和国的战争中互有胜负，但却从未承认德克萨斯地区不是墨西哥的领土。而在美国心中，他们的目标不仅有德克萨斯州一州，还有直抵太平洋东岸的整个墨西哥北方。起初，德克萨斯共和国并不想加入美国，毕竟自己当老板远比给别人打工来的舒服。然而，同墨西哥的长期战争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很难在短期内全取墨西哥北方，而基于此地的美国早晚有一天会打过来。最终，德克萨斯地区的这批美国人横下心来，以全民公投并入美国的方式，上演了一出游子归乡的好戏。这种所谓的公投当然不会被墨西哥接受，而美国看上的就是这个机会。在接纳了德克萨斯之后，美国同墨西哥之间爆发了全面战争。而战争的结果是，墨西哥不仅要放弃德克萨斯，还要将其整个北方领土全部割让给美国。在同墨西哥签订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后，美国一下子获得了足以兴建8个州的土地。而滔天的富贵冲昏了华盛顿的头脑，在获得了过于庞大的土地之后，华盛顿政府忘记了应该进行地区拆分，以避免地方势力国强这条经验。美墨战争后的区域化调整，最终为美国与德克萨斯之间的一系列争端埋下了伏笔。美墨战争令美国领土面积几乎翻了1倍，因此在获得了近乎无限的土地之后，华盛顿并没有想过对角落中的德克萨斯动刀子。然而，德克萨斯虽然只占到了前墨西哥北部不到1/4的面积，然而这是建立在墨西哥北方过于广袤的基础上。当美国最终接受德克萨斯以完整的形式加入时，一个位于南方的巨无霸就这样出现了。在德克萨斯加入美国时，这个总面积接近70万平方公里的州，不仅是当时的全美第1大州，同时还是第2名密歇根州的面积的3倍。德克萨斯州自建立的那一天开始，就要土地有土地，要港口有港口。更要命的是，德克萨斯虽然是美国的边疆省份，但从美洲地图上看，这片位于墨西哥湾北岸的土地又是整个美洲的中心区域。一来二去，以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强大潜在地方割据势力，就在美墨战争后被植入到了美国的正南方。当初德克萨斯加入美国，根本目的就是引爆美墨战争，以同墨西哥彻底划清界限。如今战争虽然结束了，但保不齐墨西哥会再打过来。于是德克萨斯人有独立的心，但没独立的胆。不过他们没有等太久，很快一个从美国再次独立的机会就降临到了德克萨斯人的头上。1860年美国大选之后，废奴主义者林肯成为了新一任美国总统。此时，美国南方的奴隶主清楚，林肯上台虽然未必意味着奴隶制的终结，但他在任期内肯定不会偏向蓄奴主义。于是，美国南方蓄奴州一不做二不休。1860年12月，美国的创始会员、前北美13州之一的南卡率先宣布脱离联邦。南卡虽然面积不大，但资历很老。南卡这笔一呼之后，5个南部蓄奴州快速跟进，脱离联邦，并成立了美利坚联盟国。不过，在南北战争中，并非所有的蓄奴州都站在南方的一边。在南部独立之后，作为典型的南部蓄奴州，德克萨斯的态度却十分暧昧。想当初，德克萨斯本就是美国奴隶主潜入墨西哥开拓的新领地，按理说他在此时脱离北方加入南方顺理成章。然而，在美墨战争以后，脱离墨西哥的德克萨斯凭借墨西哥湾北岸的优越位置，已经渐渐开始脱离奴隶庄园，朝美国南部的工商业中心发展。从情感上而言，德克萨斯不仅有强大的独立传统与倾向，同时还与美国南方奴隶主血脉相连。然而从利益上来说，来自北方的投资与整个美国的巨大市场才代表着德克萨斯州的未来。不过，在德克萨斯人内心深处，从未放弃过再次独立的想法。1861年2月1号，德克萨斯州内部以166比8的票数宣布退出美国，并作为最后一个成员加入南方奴隶主集团。
但德克萨斯很清楚，南方赢了，他们可以趁势独立；而北方赢了，德克萨斯可以继续赚钱。因此，德克萨斯人在南北战争中完全不是那种尚武的红脖子形象，而是出工不出力，谁赢他们跟谁的小人嘴脸。德克萨斯人后来的尚武印象其实同19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国内移民有关。在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德州人放下了独立念头，转而将全部精力放在了内部经济发展上。这时，这个位置极其优越的边境大省又成为了美国内部逃犯的天堂。为了发展经济，德克萨斯对外来移民极其宽容，因为距离华盛顿与纽约太过遥远，许多在西海岸混不下去的破产者、身背命案的罪犯以及欠债不还的老赖，都把德克萨斯当作了重启人生的地点。这些外来者虽然普遍道德素质低下，但是在创业方面却属于当时全美乃至全世界最活跃的那一批人。靠着这些人，德州的总产值自19世纪末就长期处于全美前3。更关键的是，同那些第三产业发达、产值虚高的州相比起来，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德州的产值相当的有含金量，而这个原因就是德州是全美乃至全世界最重要的石油产地之一。1901年，美国第一个具有经济意义上的油田斯潘德尔油田在德克萨斯州出现。很快，越来越多的大油田被发现在德克萨斯州以及紧邻的墨西哥湾。来自德克萨斯的油田不仅将美国带入了石油时代，也让德克萨斯州在20世纪硬生生地吃到了一波石油红利。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原油的巅峰期，美国是世界第一的石油生产国，而仅来自德克萨斯的油田就占到了全美石油产量的半壁江山。石油不仅为当地带来了现金，同时也在德州催生出一大批世界500强级的巨头企业。此时在德州内部，其政治倾向也出现了根本性的逆转。19世纪，主政德州的党派是传统的南方政党民主党。然而，当德州的经济主体由农业转向工商业之后，在20世纪倾向保守主义的共和党逐渐开始获得德克萨斯人的青睐。按理说，一个以经济立足的大州不应该支持保守主义，但这就要从美国的行政版图讲起。20世纪后半期的美国有3个主要的经济中心，位于东海岸的纽约与位于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以及位于中南部的德克萨斯。同濒临大洋的前2者相比，德克萨斯的位置决定了他们并不是那么需要欧洲与亚洲的海外市场，仅仅依赖美国本土，最多加上美洲区域，德克萨斯人就能活得十分滋润。而在突破1000万大关之后，德克萨斯的人口开始趋于饱和，不再像19世纪那样极度需要外来人口盘活本地经济。于是，到了上世纪60年代之后，德克萨斯开始从过去民主党的票仓，逐渐向保守派共和党的大本营转变。1992年，民主党候选人比尔·克林顿击败老布什，民主党时隔12年再次拿下了美国总统的位置。然翻开选举地图之后，民主党人却完全笑不出来。可是，在蓝色充斥的地图中，红色的德克萨斯州却显得极其刺眼。实际上，在1980年之前，德州几乎一直是民主党的坚定支持者。然而，1992年的大选结果宣布了一件事：这个民主党曾经的铁票仓、全美前3的选举人团票数持有州，如今已经彻底沦为共和党大本营。最终，恼羞成怒的民主党接受了德克萨斯彻底变红的现实，并开始了同德克萨斯的对立。而这将会是我们的下一个故事。